可是正当我准备抚摸一下二哈的时候，这货十分不耐烦地躲开了我的手。他跳上了桌子，对着一根羊腿狼吞虎咽。我尼玛！原来这狗东西不是想安慰我，而是饿了，想吃肉。丧尸爆发的前10天，我彩票中奖到账3个亿。我买下了 X 市一座废弃的监狱，将其改造成了 S 级生化防御基地，并且购买了大量的食物和水，准备过上摆烂的生活。但我真的可以摆烂吗？在这么一片人类秩序丧失、无比混乱的空间之中，守着大批物资的我，无异于是一块硕大的肥肉。其实末世世界里最可怕的不是丧尸，而是人心，还有那个秘密。前世我陷入了丧尸狂潮，腐烂的尸体吼叫着，瞪着猩红的眼睛，流着恶臭的咸水朝我扑来。四面八方都是密密麻麻的丧尸，我一眼望不到尽头。我知道无路可退了。我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钞票，不甘心地扣动了手中的扳机，却发现没有子弹。最终，我在数不尽的丧尸撕咬下，结束了短暂而又操蛋的一生。伴随“铮”的一声，一道亮光刺痛着我的双眼。我睁开眼，模糊的意识开始慢慢清醒起来。我看着眼前破败且熟悉的环境，脸上画满了1000个懵逼。我怎么会回到了这里？难道我重生了？我不敢相信，于是狠狠地掐了一下旁边二哈黑白相间的大脸。二哈发出嗷呜的叫声，是他独有的公鸭子惨叫声。我终于确信自己真的重生了。我看了眼手机时间，现在是2035年7月20日上午10点20分，距离末世还有整整11天的时间。在10分钟前，我彩票中奖到账。前世我在3个亿到账后买了豪车和别墅，我还把剩余的钱全都取出来放在了别墅里，堆成了一座小山。我开始享受西红柿首富里王多鱼的奢靡生活。然而，嚣张的生活刚持续了11天，丧尸狂潮爆发，结果我守着堆积如山的钞票被丧尸分尸。如今有机会重来，我绝对不允许自己再做出这么沙雕的事情。我自我检讨的第1分57秒，旁边的二哈终于忍不住再次发出具有独特魅力的嗷呜声。二哈是我养的一只狗，确切的说是一只哈士奇。我是一个孤儿，二哈是我唯一的亲人。二哈龇牙咧嘴，疯狂刨地，眼泪汪汪地质问我为什么要掐他俊美的大脸蛋子。如果我不给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就和我同归于尽。我扔了一根鸡腿，这货就放弃了仇恨，一脸满足趴在地上享受起来。我也终于从重生的震撼狂喜中清醒过来，开始快速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做。丧尸病毒是从 X 市一个生化实验室里泄露出来的，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全球。病毒最开始是空气传播病毒，感染的人会在1天之内变成丧尸，见人就咬，而被咬的人10分钟就会变成丧尸。3天，仅仅3天，全球90%的人就变成了恶臭的丧尸。第5天，全球95%的人感染。我的别墅就是在第5天被丧尸群攻破，我也被围攻吞噬。而那个时候，人类完全没有对策，甚至人类秩序已经完全崩塌。所以重生之后的我很清醒的知道，末世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我深吸了一口气，再次看了眼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25分，距离丧尸爆发已经不足11天了。未来的10天23小时55分钟里，我必须马上做出对策，并且行动起来。丧尸末世最缺3样东西：干净的食物和水，以及坚固的防御基地。没有这3样东西，我面对数不尽的丧尸，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很快想好了对策。前世这个时间 ，X 市的郊区正在高价售卖一座废弃却坚固的监狱。这座监狱已经挂牌出售1年多，根本没人买。但现在我没有丝毫犹豫，联系售卖方，花了5000万买下了这座监狱。在售卖方看傻子一样的目光中，我付了钱，拿到了一大串钥匙。售卖方估计觉得我是那种土到渣、傻到家的暴发户，买这种鸡肋的地方炫耀财力。我不在意售卖方的看法，迅速录制了各种指纹密码。等到末世降临，有他尿一地的时候，我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这所监狱。监狱很大，里面有上百间牢房，足以容纳上千人。除了牢房，还有面积数百平方米的餐厅，10几个办公室和洗地间。监狱的活动区域有数千平方米，围墙是用砖头、水泥、钢筋浇筑而成，足有6米高，墙上围满了电网，还有各种倒刺。最关键的是，纯金刚的大门将整个监狱的防御拉到了极高的层次。而且监狱里巨大的空间够我储存几十年都吃不完的食物和喝不完的水。我很满意，这5000万花得太值了。不过这还不够，因为末世降临之后，丧尸的数量太多了。光是 X 市就有数百万的丧尸，这所监狱阻挡个数千只丧尸不成问题，但如果是数万只甚至更多丧尸，监狱肯定会被攻破，我也会玩完。所以我要继续加固这所监狱。手机上的时间变成了2035年7月20日下午3点20分，我必须尽快兼顾监狱，并且购买生活物资。银行卡里的3个亿，在购买完磐石监狱之后，还剩下2亿5千万。一个人如果月薪1万，需要2000多年才能挣到这么多钱。如果一个人一天花1万，这些钱也足够花将近70年。如此巨额的财富，足以让我发挥所有的想象力来装备我的末日堡垒。我再次看了一眼时间，2035年7月20日下午3点21分59秒。现在距离末世降临还有10天18小时59分1秒。时不待我的紧迫感直逼大脑而来，我不再犹豫，打开电脑，我进入某大型商城，开始疯狂购买各种物品。首先，我购买了3000吨水泥、5000吨花岗岩和1000吨钢筋。由于我购买的量大，商家给了很大优惠，我总共花了500万。我准备用这些东西在磐石监狱的外围再铸造一道围墙。具体要求是2米厚、10米高，钢筋骨架、花岗岩堆砌、水泥浇筑。2道墙之间，我要挖一条10米深、5米宽的壕沟。
我还要在壕沟里浇筑2米深的水泥，并且铺满钢刀，最后通上电网。这样的防御工事构筑下来，只要我不作死，应该足以抵挡数万的丧尸了吧？也许有人会说我怕死，没错，我就是怕死。我经历过一次末世，被无数的丧尸包围、撕裂、啃食殆尽，那种极致的恐惧、难以形容的噩梦，我不想再经历一次。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构筑如此庞大的工事很难，几乎可以说是无法完成。但是我有超能力啊！我大手一挥，又花了500万，请了一个500人的专业团队，我让他们在5天的时间内务必完成工程。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专业团队的老大是个秃头的油腻中年，他对我点头哈腰，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下来。只过了半天，石墙就已经堆砌了5米高。我对工程的进度很满意，也放心了下来。然后我开始购买各种生活用品。末世降临之后，病毒不仅感染了人类、动物和植物，还有水资源。我想要在末日里生存，解决了防御堡垒的问题，就要准备足够的食物和能饮用的水。银行卡里还剩2亿4千万，我没有丝毫吝啬，开始大量的订购各种食物和水。我买了小麦、大米、花生、玉米、高粱、红薯等可以种在地里的食物，每样30万斤。然后我买了猪肉、羊肉、鸡肉、鸭肉等肉类，每样10万斤。每种水果我都买了5万斤，每种蔬菜我也都买了1万斤。我还买了数目极多的各类种子。为了储存这些东西，我又找了一个专业团队，往地下挖了30米，铸造一个巨大的冷库。冷库采用当今最先进的冷冻储存技术，可以将这些东西储存个上百年。我还直接买空了一家大型超市，各种零食、水果罐头、辣条、营养快线等等，足够我用个几百年。至于水，我买了10万件瓶装水、1万桶桶装水以及各种饮料，反正是能想到的食物和水，我都大量购买。前前后后，我总共花了5000万。可能你们都觉得我疯了，我买这么多东西怎么吃得完？难道我要当末世圣母救助其他人？我当然不可能干这种沙雕的事儿。我之所以购买如此大量的食物和水，是涉及到一个秘密，一个末世降临第3天才爆发出来的秘密。这个秘密潜藏在我的心里，犹如枯骨之躯，不时发出阵痛，又犹如充满生命力的种子，扎根发芽，越长越大，将我整个人都给淹没。我很害怕末世的到来，但因为那个秘密，我又很期待末世的到来。此刻的我内心无比的煎熬、痛苦，但我知道现在不是思考那个秘密的时候。现在我要做的是，在末世到来之前做好足够的准备，这样我才能有实力去破解那个秘密。磐石监狱的加固有条不紊且快速地进行着。第2天中午，花岗岩的堆垒就已经完成，钢筋骨架也全部嵌入其中。500人的专业团队开始往墙体里浇灌水泥。不得不说，这个团队是真的专业，效率极高。估计3天，他们就可以完成整个磐石监狱外围的加固工程。500万花得很值。我看着10米高、2米厚的围墙雏形，终于感到一丝安稳。各种食物、水也快速地运抵。上百辆大型的火车在磐石监狱的门口排起了长队。如此巨大的阵仗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工作人员前来检查。我花了几十万打理关系，因此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就搪塞了过去。但我知道我得加快进度了。成批运来的食物水，我暂时堆放在了监狱空旷的广场上，因为地下冷库还在修建，暂时无法使用。广场上的物资堆成了一座座小山，看上去十分壮观。二哈摇头晃脑，围着物资疯狂地奔跑，开心地叫着。我的心里也充满了幸福感。有了这些物资，我和二哈在末世里绝对不会挨饿，可以过上无限躺平的生活。当然，我还需要准备其他东西。末世到来，空气严重污染，各种病菌和病毒到处流窜，人体免疫力直线下降，很容易生病。所以我花了200万买下了一个药店，以药店的名义购买了大量的各种药物。我还买了300个太阳能发电板，挂满了整个监狱的房顶。末世降临的第3天 ，X 市的电力网就瘫痪了，所以我想要用电必须靠自己。如果我只有太阳能发电板，遇到连续多日不出太阳的情况，我也没有电可以用。所以我又买了20个柴油发电机和100万元的柴油，以备不时之需。我还在磐石监狱的房顶上装了上百个风力发电机，因为磐石监狱位于郊区，而且地势比较高，每天都会有很大的风。除此之外，我还将所有的门窗都换成了防弹门窗，并且加装了各种隔音装置。丧尸对声音极为敏感，隔音装置可以有效地减弱我对丧尸的吸引。弄好这一切，我又去了一趟黑市。我花了200万购买了足够量的枪械、手雷、火药和防弹衣，这些都是违禁物品，平时我想都不敢想。但现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从黑市回来，我购买了几百台手机和10几台电脑，将里面全部下满各种视频和小说。我又去书店买了各种书籍。末世是枯燥的，我需要一些精神食粮来填补枯燥的生活。我折腾完这一切已经是3天之后了。这个时候，监狱外围的加固已经完成，墙体无比坚固厚实。我专门用大卡车撞击上去试了一下，结果墙体纹丝不动，大卡车被撞报废了。我很满意，这种坚固的墙体完全可以抵挡住数万只丧尸，再通上电网就末世无敌了。我购买的各种物资也已经陆续运到，堆满了整个广场和各个房间。再来物资就无处可放了。在我愁眉不展时，地下冷库竣工了。我雇了一批工人，将99%的物资放到了冷库中，余下的1%放在了监狱的仓库和厨房中，供我和二哈平时使用。冷库的大门我装了2米厚的纯金刚大门，而且装了3道门。第一道是人脸识别，第2道指纹解锁，第3道密码识别。任何人想要开启冷库，必须同时打开这3道门。不是我太过小心谨慎，而是末世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必须时时刻刻做好防备。
最后，我又购买了几百台无人机和摄像头，用来检测监狱内外的状况。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又看了一眼时间，已经到了2035年7月30日晚上10点20分，距离丧尸爆发不多不少，刚好还有12个小时。为了珍惜这美好的最后12个小时，我给自己和二哈做了一顿大餐：烤羊腿、红烧肉、地锅鸡、凉拌皮蛋、青椒炒鸡蛋、狗粮沙拉等等，一共10几个菜摆满了整张桌子。当然，少不了我最爱的雪花啤酒。我坐在监狱空旷的广场上，吃着大餐，喝着小啤酒。我又看向天空稀稀落落的星星，心里充满了感慨。这应该是全人类最后一个安宁祥和的夜晚了。明天不仅是 X 市，整个地球都会变成炼狱。第二天，也就是2035年7月31日上午10点20分，我准时被一道砰的撞击声惊醒。这撕裂天际般的撞击声震得我耳鸣，头欲炸裂。我摇晃着脑袋，足足过了1分钟，整个人才恢复清醒的状态。我拿着高清晰倍率的望远镜，乘坐电梯登上了足有50米高的瞭望台。这个瞭望台也是我专门修建的，为的就是观察磐石监狱周围的动向，当然更多的是为了那个即将到来的秘密。而如今算是派上了一点小用场。我举起望远镜，看向西北方向浓烟滚滚的位置，那里就是撞击发生的地方，距离我这里大概有5公里的样子。那里也是病毒泄露的生化实验室所在的地方。我透过望远镜清晰地看到了真实的场景，一架直升机撞击了生化实验室，瞬间火光滚滚，断壁残垣，场面有些惨烈。这不是我最关心的，我关心的是直升机撞击之后的事情。上一世也是这个时间点，直升机撞击生化实验室，导致病毒泄露。这一世我虽然准备充足，但同样不希望末世降临。双手紧紧地捏着望远镜，我观察着生化实验室里的一切动向。因为紧张，我的双手都开始往外冒汗。我祈祷着能有奇迹发生，末世不要降临。但是事与愿违，一切都没有改变。大约1分钟之后，一群身穿白色大褂的科学家从生化实验室里冲了出来，他们发出尖叫，满脸慌张。他们的身后10几只身体残缺、血肉模糊的丧尸张牙舞爪地追逐着。奇迹没有发生，末世准时到来了。末世爆发的第一天是病毒最为凶猛的时候，每一只被感染的丧尸都充满了原始的野性、力量、速度、敏捷度都远在普通人类之上。这也是仅仅3天，全球90%的人被感染变成丧尸的最大原因。毫无意外，仓皇逃出的白大褂科学家还没能跑出去20米，就被身后的丧尸扑倒在地，活活咬死。10分钟之后，这些被咬死的白大褂科学家以诡异的姿势从地上爬起，朝着市区的方向狂奔。生化实验室内的病毒还在持续泄露。1个小时之后 ，X 市数千人被感染；2个小时之后 ，X 市数万人被感染；5个小时之后，整个 X 市狼烟滚滚，火光冲天，无数的建筑物塌陷，到处都是流窜的丧尸，人类的数量越来越少。我又看了一眼时间，2035年7月31日下午3点20分，整个 X 市彻底被丧尸侵蚀、攻破，成为了人间炼狱。我手持望远镜，在瞭望台上待了整整5个小时，内心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凄哀情绪。上一世，我是从电视新闻里得知的这些数据和消息，这一世我亲眼目睹，感触真的是天差地别。这种事情只有你亲身经历了，才知道什么叫惨烈。外面到处都是断手断脚，血液几乎染红了整个 X 市。要是我经历了一个末世，也差点看到呕吐。整个 X 市已经被完全攻破，幸存者们开始疯狂地往郊区逃窜。和我预料中一样，不少幸存者来到磐石监狱的门前。毕竟我将磐石监狱武装得挺夸张的，不被发现也很难。幸存者有数百人，他们疯狂地开着各种车撞击大门，想要进来。然而大门被我加固得坚不可摧，就算是坦克炮弹都很难炸开，又岂是几辆车能够撞开的？这些人撞不开大门，就想要爬墙。10米高的围墙很难有人爬上来，有几个人通过绳索爬到围墙上，被电网活活电死，变成了一坨焦黑之物。余下的幸存者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个时候，有人发现了瞭望台上的我，开始用扩音器向我求救。有些人承诺只要让他们进去，就给我1000万；有些人说可以给我当牛做马；有些姿色不错的女人说可以做我的女人，可以满足我的一切想法。甚至还有几个虎背熊腰的男人也提出了同样的想法。我心中极度无语，脸上布满冷漠，举起手中的狙击枪瞄准幸存者。我可不会再当什么救世主，因为上一世我经历过类似的惨状。如果不是因为我心软救了那个人，也不会那么快的嗝屁。当然，没有那个人，我也发现不了那个秘密。一想到那个秘密，此时的我就激动不已。这些幸存者不相信我敢开枪，开始疯狂地叫骂，甚至有不少幸存者威胁我。我没有丝毫犹豫，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我爆掉了一名幸存者的脑袋。我再次放出狠话，余下的幸存者终于害怕，疯狂逃窜。然而，他们刚逃出去几百米，数以千计的丧尸从四面八方而来，幸存者们毫无意外地被吞噬。这些丧尸当然也发现了瞭望台上的我，狂奔而来，撞击大门，甚至有些丧尸爬上了围墙，只不过被电网烧成了灰。此时的我很庆幸自己的先战性，如果我没有铸造这道10米高的围墙，我恐怕已经成了丧尸嘴里的食物。数千只丧尸围攻了几个小时，都没有对我的围墙造成一丝伤害。丧尸们陆续被经过的逃生者吸引，开始追逐逃生者，远离了磐石监狱。夜幕降临的时候，我通过摄像头和无人飞机清点了一下，围墙外面还剩下100来只丧尸，对我的基地造不成任何伤害。于是我就放下了戒心，我在广场上架起了烧烤炉，弄了一只烤全羊。晚上10点，整个 X 市火光越烧越旺，但求救的声音却是越来越少。电视里播报丧尸感染最新状态的新闻也直接变成了雪花。我知道整个 X 市已经彻底沦陷，应该有90%以上的人变成了丧尸，病毒应该已经传播到了邻近的几个市区。明天整个亚洲板块都会被
被感染，后天全球彻底沦陷。当然，这些都不是我能够左右的事情。病毒一经扩散，就是不可控的状态，所有人都注定了要惨遭厄难。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我。此时的我躺在沙发上啃着羊腿，喝醉雪花小啤酒。我听着外面惨绝人寰的丧尸哀嚎声，竟然觉得别有一番风味。2035年8月1日上午9点，我昏昏沉沉的醒来，再次爬上瞭望台，透过望远镜和无人机观察外面的状况。此时 X 市的火光已经逐渐熄灭，道路上偶尔会出现几个幸存者，但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处都是成群结队游荡的丧尸。X 市彻底变成了炼狱。当然，对我来说，我依然处在天堂。早上没有胃口，我就简单的煮了一个皮蛋瘦肉粥，吃了2个猪肉大葱馅的包子。二哈的胃口倒是不错，这狗东西自从昨晚跟着我享受了烤全羊后，对狗粮就不再感兴趣，开始疯狂吃各种肉。我不给，它就对我龇牙咧嘴，甚至在地上打滚撒泼。我储存的肉食够多，我一个人吃1万年也吃不完，所以二哈想吃什么我就给它吃什么。在我的纵容下，这货大早上就啃了半条羊腿。二哈鼓胀胀的肚子，一脸满足的躺在地上，犹如刚出浴的美女。我不禁想，在这个末世，当我的狗好像也不错。一天的日子下来，平淡无奇。中午和晚上，我胃口大开，搞了2顿大餐。二哈也跟着大饱口福，他看我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之前的鄙夷。二哈变得崇拜我，时不时像只猫一样温顺的蹭我的脚趾头。难道末世降临，这货的智商也发生了变异，学会了讨好我？这可不像是他以前的风格。最后，我厚着脸皮将二哈的变化归结于我俊美的颜值和高绝的独特气质。除了吃饭的时间，我陪着二哈玩耍了1个小时，其余时间我打了几把游戏，就沉浸在了电影的世界之中。我自小是个孤儿，一路靠自己打拼而来，其中艰苦可想而知。我还从来没有如此惬意的享受过生活，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挺美好的。晚上11点 ，X 市的火光彻底熄灭，街道上再也没有了幸存者，断网、断电、断水随之而来，这比前世要早了整整1天。难道是因为我的重生对这个世界造成一定的影响，导致一切进度都加快了？那个秘密会不会也会提前爆发出来？这突然的变故让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我以为我调整好了状态，做好了所有准备，可以毫无波澜的去面对那个秘密。但当那个秘密真要降临的时候，我发现我错了。我的心情依旧会有一丝挥之不去的阴霾，因为那个秘密涉及到我一段沉痛的过往。如果有可能，我倒是希望它不要发生。晚上11点5分，我乘坐电梯上了瞭望台，用望远镜观察着外面的状况。我是一个天文爱好者，上一世彩票中奖之后，我就买了这样一个高倍率清晰望远镜。后来末世降临，我靠着它躲过了几波丧尸，观察了 X 市的一些状况。如果没有它，我可能在末世第1天就嗝屁了。此时，我站在瞭望台上，看着漆黑的 X 市，对比着前世的记忆，我发现一切都在提前发生，整整早了1天，也就是24个小时。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11点25分，上一世2035年8月2日晚上11点50分，那个人出现，我就下了他，随之引出那个秘密，然后我就被那个秘密害死了。这一世末世的进度条提前了24小时，也就是说，再有25分钟它就会出现。我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不再去想那些沉痛的过往。11点30分，我乘坐电梯下了瞭望台，开始检查之前做好的部署。11点45分，我做完了所有检查，一切正常，我有绝对的把握掌控一切。我背着2把狙击枪，再次乘坐电梯上了瞭望台。11点50分，寒食监狱外，一个久违而又熟悉的哨子音响起。我循声望去，借着监狱外围强光灯的亮度，就看到了一个面容绝美的年轻女人。她身材火辣，站在磐石监狱的大门前，正直勾勾地看着我。我的心微微一颤，是她，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我是个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里长大。小时候因为没有爸妈，我在学校里受尽了羞辱。长大后因为穷，我更是受尽了白眼。唯有周文从不嫌弃我。我们第一次相遇那年，我8岁。那是一天的中午，一个飘着雪花、吹着寒风的凛冬，我正在被学校里的一群坏孩子吐口水。周文及时出现，赶走了坏孩子，救了我。从那之后，我和周文就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每天腻在一起，上了同一所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直到大学毕业，我们还会隔3差5的聚一聚。在我的心里，二哈是我唯一的亲人，但他的位置比二哈还要高出很多。我无条件的信任他，和他分享着我所拥有的所有。可是到头来，我却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阴谋，一场从我们相遇开始就已经布局好的阴谋。他接近我，保护我，都是因为我的身体里有他需要的东西。上一世，我之所以会在第5天被丧尸围攻、吞噬殆尽，他就是始作俑者。在我恍神的时候，咕咕咕的哨子音再次响起，木质哨，清脆的布谷鸟叫声，这是我和周文之间独特的交流方式。我们曾经约定，如果遇到危险不能说话，就用木质哨交流或者求救。当然，这是周文提出的主意，我们第一次相遇他就提出的主意。上一世，我没有丝毫怀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极度美好的约定，直到我丧生于狮口，我才终于明白，原来哨子音也是周文的布局。末世的丧尸对声音极度敏感，尤其是对活人的声音，但唯独对布谷鸟的叫声不感冒，所以周文才会用布谷鸟的哨子音和我交流。他早就知道末世的到来，甚至他可能就是这场末世恶难的制造者。瞭望台上，二哈对着周文发出汪汪汪的狂吠，只有在遇到危险或者敌人的时候，二哈才会发出这种声音。二哈很聪明，他早就看出来周文不是个好人，只有上一世的我丝毫没有察觉，傻兮兮的相信着周文。但那是上一世，周文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重生归来。我不再去想上一世的惨烈，脸上露出激动的神情，就像上一世他来别墅找我那样激动。周文是个很聪明的人，反侦查能力极强，我稍有不对劲儿就有可能被他发现。他在狩猎我的时候，我又何尝不在狩猎他？
在他走进我精心设计的陷阱之前，我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绝对不能功亏一篑，因为我也想要得到他身上的秘密。如果我成功了，我也许可以不用只是苟活在这个监狱之中，说不定可以结束这场恶难。我摁下了远程遥控按钮，磐石监狱的外围的第一道大门打开。如果预想的一样，周文站在外面观察了好一会儿，他确认没有危险之后才走了进来。幸亏我考虑到了这一点，设计的陷阱比较隐蔽，要不然肯定被周文发现了。我听着哒哒哒的脚步声，看着周文离我的陷阱越来越近，内心有一种将要成功的激动。周文，上一世你设计陷害我，这一世我也要你尝一尝被人设计陷害的滋味。周文只差一步就要踏入我布设的陷阱时，他忽然收住了脚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出了一把狙击步枪，瞄准了我。只听砰的一声，周文开枪了。我还没有来得及举起枪，一颗子弹朝我飞速射来。这个女人果然精明警觉。周文嘴角咧出一丝得意的弧度，似乎在为看穿我的阴谋而得意洋洋。他以为他吃定了我，然而我又岂会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早就在瞭望台上安装了全透明的防弹玻璃，近距离都很难发现的防弹玻璃，周文当然也发现不了。子弹击中防弹玻璃，被反弹了出去，没留下一丝痕迹，更别说对我造成伤害了。周文一愣，他明显没有想到我会有如此深的布局，他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往外跑。可是到嘴的鸭子，我又怎么会让他飞走？我再次摁下手中的远程遥控按钮，2米后的大门轰然坠下，锁死。与此同时，我再次摁下了一个按钮，一张铁质的锁链大网从天而降，将周文死死地锁在地上，丝毫动弹不得。砰砰砰砰的声音后，我打断了周文的手脚。这一段时间，我在磐石监狱的室内靶场每天苦练射击，我的枪法进步神速，所以我此刻才能做到如此精准。这下周文彻底对我没有了威胁力。我从瞭望台上下来，打开磐石监狱的第2道大门，走向了他。没办法，这个女人的心机太深沉了，我必须做到极度小心。交出那瓶药剂，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尸，让你死得体面一些。我神情冷漠地看着锁链大网中浑身是血、死狗一样苟延残喘着的周文。此时再度面对这个女人，我心无波澜。周文眼神中露出极致的不可思议。你是怎么知道的？失败的人没有资格提出任何问题，交出药剂，否则我就把你扔出去。你应该比我清楚，外面的丧尸到底有多凶残。就算周文已经成为了砧板上的鱼肉，我也不会告诉他我重生了。我猜测这个女人必然是有同党的。一个8岁的女孩子怎么可能布局出一张惊天巨网，而且运筹整整15年？如果有同党，那周文身上大概率是有通讯设备的，所以我不能暴露自己重生的秘密。重生太过匪夷所思了，如果让周文背后的人知道，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控制住我。这座 S 级防御性能的监狱可以挡住数万的丧尸，未必挡得住他们。但是只要我得到周文身上的药剂，我就有机会在他的同党到来之前逆风翻盘。周文听到我的威胁，脸色顿时白变得惨白，眼睛里面露出一丝恐惧。原来这个女人也会害怕。我并不打算和她浪费太多的时间，开始报数。就算她不说，我也知道药剂放在哪里。上一世，她拿到我的血液之后，就将我推进丧尸群。我亲眼看到她从胸前暗藏的口袋里拿出了药剂。我之所以让她自己交出来，是因为想给她一个体面的死法。毕竟我们一起走过了15年，哪怕只是我自以为的朋友。你赢了，在我胸前的口袋里。我也并不太想折磨她。当我数到第2秒的时候，刀文妥协了。我撤掉了锁链大网，拿到了一瓶红色的液体药剂。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血液可以和这瓶药剂完美融合，产生控制丧尸的能力？将液体药剂装进口袋里的同时，我问出了心中沉积已久的疑惑。我们的生化实验室在研究丧尸病毒之前，就已经研究出了解药，并且匹配了全国人的血液。只有你的血液符合标准，而且 X 药剂融合了你的血液之后，不仅能控制丧尸，还能……话说到这里，周文脸色一变，忽然顿住。你套我的话。我很满意的点了点头。果然你是有同党的。你比我想象的聪明许多，我败了，败得很彻底，给我一个痛快吧。周文认命的闭上了眼睛。周文猛然睁眼，笑了起来，笑得很变态。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原来你不知道 X 药剂的终极作用啊！我并没有彻底的输掉。我静静地看着周文狂笑，并没有做出什么举动。我不和一个将死之人计较。笑了1分钟后，周文的神情忽然陷入了一阵悲哀。我也不知道 X 药剂的终极作用，这些年我也只是个傀儡，奉命行事，知道的并不多。你知道吗？我其实也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可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我能控制的。他们给我注射了毒药，如果我不按照他们说的做，我早就死了。我说这些并不是祈求你的原谅，毕竟是我骗了你，而且要害你。只是这么说出来，我心里会舒服一些，心中没有秘密的感觉真好啊！我身上有远程镜像设备，他们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3天之后他们就会找过来。他们的能力不是你能够想象的，留在这里你只有死路一条。你相信我的话，赶紧离开这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吧。说完这些话，周文仰天凄惨一笑，咬舌自尽。对于他的自杀，我没有任何意外，这应该是他最有尊严的死法了吧？我知道周文最后的话是真心话，我替他感到悲哀，但并不怜悯。他不自杀，我也不会放过他，毕竟我们是生死仇人。周文背后的人貌似很恐怖，让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但我并不打算离开我的堡垒。现在丧尸横行，我出去之后只有死路一条，还是待在堡垒最安全。而且我未必就会死，只要我融合了 X 药剂，能够控制丧尸，再加上我提前的布局和那未知的终极作用，我还有赢面。我在周文的身上找到了远程镜像设备，毁掉，然后我处理掉了周文的尸体，重新锁死了监狱的大门。我启动了最高级防御，重新坐到监狱广场上的沙发。我并没有着急去融合 X 药剂。我打开了一瓶雪花啤酒，一口干掉。这一口下去，喝的不只是酒，更是一段恩怨的了结。我和周文的恩怨。二哈似乎感受到了我低沉的情绪，发出同情的吼叫。他还在我的腿上蹭了几下，我很感动。这个世界对我还是有一丝温情的，虽然不是来自于一个人，而是一条狗。可是正当我准备抚摸一下二哈的时候，这货十分不耐烦地躲开了我的手。他跳上了桌子，对着一根羊腿狼吞虎咽。我尼玛！原来这狗东西不是想安慰我，而是饿了，想吃肉。我一把夺过二哈嘴里的羊腿，揪着他的脖子，将他丢进了一间牢房里面，关禁闭。我不开心，你还想吃肉？吃屁去吧！处理完二哈，我回到了房间。我的房间很大，各种设施齐全，甚至有一个游泳池。这个房间也是磐石监狱防御性能最强的地方，比我的地下冷库还要强好几倍。毕竟是我睡觉的地方，绝对要搞得靠谱。我启动了最强防御，才将 X 药剂拿出来。我不知道融合 X 药剂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启动最强防御以防万一。X 药剂的融合方式很简单，打开盖子，直接喝下去就行。盖子打开，一股奇异的香味扑面而来，竟然让我有一种沉醉感。没有丝毫犹豫，我一口喝下去，静坐在真皮沙发上，等待着融合的到来。在我喝下 X 药剂的第18分钟32秒，我终于感觉到了一丝异样。我的身体开始发热，血液开始逐渐沸腾，我的大脑也变得越发清晰，开始可以思考一些之前没有思考过的东西。在我喝下 X 药剂的第30分钟57秒，异样消失，融合成功。我感觉我的大脑前所未有的清晰，智商好像也变高了很多。我拿出测试智商的试题，开始测试。这些题目是我购买的超市时，超市里面的物品。十几分钟后，测试结果出来，我的智商竟然达到了惊人的280。要知道，爱因斯坦的智商160，达芬奇230，而我280，这还只是粗略的估计。我个人觉得我的智商应该更高。除此之外，我发现我的力量和速度好像也增强了不少。我走出房间，来到广场，轻松地将花岗岩材质的桌子抱了起来。这个桌子可是有800多斤。我又测试了速度，100米直接跑进了9秒，8.92秒。我突破了人类纪录的极限。饶是我知道 X 药剂会给我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改变，这种改变还是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而且这还是只是 X 药剂带来的最基础的改变。X 药剂更大的作用是念力控制丧尸。难道现在的我真的可以念力控制丧尸？我爬上了瞭望台，看向围墙外面的一只丧尸，下达指令。这只丧尸没有任何反应。我换了一只丧尸，结果依旧是没有任何反应。接连试了10几只丧尸，都是这样。我得出结论，念力控制丧尸应该是有距离要求的。看来我要和丧尸拉近距离才行。于是我宰了一只活羊。我将带血的羊肉放在了磐石监狱的第1道大门和第2道大门之间，并且制造出很大的声响。不一会儿，第1道大门外面就传来了丧尸嘶吼和撞击大门的声音。我听动静判断出有几只丧尸。我退回到第2道大门里，打开第1道大门，一大群丧尸张牙舞爪扑了进来，扑向带血的羊肉，疯狂地撕咬起来。他们吃相极为残忍。饶是我经历了一次末世，再次近距离看到这种场景，依旧有些心惊肉跳。我深吸了一口气，平复情绪，开始在100米的地方用念力尝试控制一只丧尸，结果不行。99米依旧不行，98米不行。在我尝试了20次之后，终于成功用念力控制住了这只丧尸。80米是我能够用念力控制丧尸的最大距离。我命令这只丧尸做了很多动作，这只丧尸都是照做。最后，我让这只丧尸去杀了另外一只丧尸，它也是没有任何反抗的照做。这一下，我得出了确切的结论：我可以用念力完全控制住一只丧尸，让它做所有我想做的事。接下来，我又尝试控制2只丧尸，结果是可以，3只也可以，4只可以。在我尝试了50次之后，就不能再增加了。我再次得出结论，我一次最多能控制的丧尸是50只。我不禁疑惑，我拉近距离能不能控制更多的丧尸？我又开始尝试，79米依旧是50只，78米还是50只。我走到第2道大门的近前，距离只有5米的时候，我依旧只能控制50只丧尸。看来控制丧尸的数量和距离没有关系。不过我也并没有失望。80米控制50只丧尸，这个技能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现在还有奇高的智商、强悍的力量、超人类的速度。就算没有这个堡垒，我存活的几率依旧很大，而且应该可以活得比较滋润。但是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危险并不是丧尸，而是周文背后的人。周文说他背后的人极为恐怖，不是我能够应对的。这句话的含义很丰富，不仅是说我的堡垒挡不住他背后的人，更是说就算我融合了 X 药剂，也不是他背后的人对手。所以我需要变得更强才行，做出更充足的准备才行。至于怎么变得更强，我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上一世我被丧尸围攻将死的时候，隐约听到了周文的一句话：融合 X 药剂和我的血液之后，血液本体的提升需要喝营养快线，喝得越多提升越大。这也是我大量储存营养快线的原因。也不知道是哪个脑残科学家发明出来的提升方式，这种方式虽然便捷，但依旧改变不了我认为它是脑残的想法。我搬出了一箱营养快线，打开一瓶，一饮而尽。果然，我的速度、力量都有了不小幅度的提升。我再次尝试控制丧尸，发现距离变成了90米，控制丧尸的数量变成了100只。一瓶营养快线竟然让我提升如此之多，我惊喜不已。再次喝下了一瓶，我控制丧尸的距离变成了100米，数量变成了150只，竟然是成倍率增长。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融合了 X 药剂之后，我的饭量也变成了之前的好几倍。3天的时间足够我喝下200瓶营养快线，换算下来，最终我控制丧尸的距离可以到达2080米，控制丧尸的数量可以达到10050只。这种程度的控制，就算周文背后的人在妖孽，我也能轻松灭掉他们。然而，当我喝到第10瓶的时候，效果就开始大大减弱。最终3天的时间，我真的喝下了200瓶营养快线，但是我控制丧尸的距离也只有300米，数量只有500米，这距离我的预期差太多了。这种级别的控制，别说灭掉周文背后的人，怕是挡住都难。距离周文背后的人到来还有不到5个小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我不能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到提升自身实力上，还要做出更全面的部署。晚上7点半，距离周文所说他背后的人到来的时间还有4个半个小时，时间真的是很紧迫，我不敢有丝毫耽误，开始了紧急的部署。我在黑市购买了大量的枪支、炸药、手雷，我拿出一半的炸药，控制着丧尸埋在了磐石监狱第1道大门的外面，只要周文背后的人踩上去就会直接爆炸，不爆炸也没事，我还可以远程手动引爆。剩下的一半，我全部埋在了第1道门和第2道门之间。我还在监狱的广场上尽可能多地制造陷阱，拉上密布的电网。我还找了几个隐蔽的连通射击点，提前部署了狙击枪。最后，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外都架起了机关枪。这样的部署，加上500只丧尸，应该可以对付周文背后的人了吧？就在我部署好一切之后，不多不少，时间指向了夜晚12点，门外准时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周文背后的人来了，我带着2哈登上瞭望台，第一眼我就惊呆了。怪不得周文说他背后的人不是我能够应对的，这群人竟然是开坦克过来的，而且不止一辆。这些坦克比普通的坦克体积大了好几倍，车体上下布满尖利的倒刺，发射炮弹的炮筒也比一般坦克粗了好几倍。我数了一下，一共5辆坦克正在用炮弹轰击我的第1道围墙。面对这种坦克，我埋下的炸药丝毫起不了作用，全部的炸药引爆，连坦克的一条履带都没有炸断，而我的第1道围墙则被轻松的击穿了。坦克带着无法抵挡的气势冲了进来，开始撞击第2道围墙。至于我控制的500只丧尸，更是被杀得一个不剩。而这一切只用了仅2分钟的时间，我头上直冒冷汗。面对这种变态的坦克，我所有的部署都成了纸捞，根本对对方造不成任何伤害。我没有丝毫犹豫，以最快的速度带着2哈下了瞭望台往房间里跑。那里是我最坚固的堡垒，恐怕也只有那里有可能挡住这些人。就在我走下瞭望台的时候，天空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我抬头一看，是一架直升机，直升机上架着机关枪，机关枪后面的人对我喊话：投降或者死。投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深知如果落到这些人的手里，肯定生不如死。我根本不理会飞机上的喊话，以最快的速度向着我最坚固的堡垒跑去。飞机上的人也是怒了，开始用机关枪对着我疯狂扫射。幸亏我喝了200瓶营养快线，速度和感知能力大大提升，我险之又险地躲过了机关枪的扫射，最终躲进了我最坚固的堡垒。与此同时，第2道围墙也是被5辆坦克撞破，轰然倒塌。5辆坦克气势汹汹而来，撞倒了大量的牢房，将我最坚固的堡垒团团围住。给你5分钟的考虑时间，5分钟不出来，我们就将你炸成碎片。羊腿、猪肉、啤酒、奥利奥，还有章鱼小丸子，这是啥？芝士蛋糕？这狗东西怎么囤了那么多物资？它是逃难的还是度假的？他比我们吃的还好，真是太嚣张了！弄死他！我们一定要弄死他！外面传来各种怒骂声，我在里面听得紧张，又忍不住觉得好笑。这些人见识太短浅了，这些物资只是我存储的1%，我的地下冷库里还有99%，这么一丁点东西，他们就这么气急败坏。要是见到了我地下冷库里的东西，不得把我千刀万剐了。5分钟很快过去，这些人一直在骂骂咧咧。5分钟到了，给脸不要脸的东西！既然你找死，那就成全你，给我用最强的炮火轰击！我透过最强堡垒的玻璃看到坦克里露出一个光头，满脸横肉，他看上去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蛋。在这光头的命令下，一颗颗威力巨大的炮弹轰炸在我的最强堡垒上，妄图炸碎我的最强堡垒。难道我真的就这么死定了？当然不可能！早在重生的当天，我就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也就是现在的结果。所以我提前在最强堡垒的墙壁上、门上都安装了反弹装置。这种级别的炮弹根本伤害不了我的最强堡垒，而且我在最强堡垒的周围埋下了威力巨大的超级炸弹。只不过这些超级炸弹需要时间启动，而我躲进最强堡垒这5分钟，就是在启动超级炸弹。如今超级炸弹已经启动成功，是我开始反杀的时刻。在光头等人轰击最强堡垒的时候，我摁下了控制按钮，外面8颗超级炸弹同时爆炸，恐怖的能量席卷而起，数十间监狱瞬间被夷为平地，掀起漫天的烟尘。5辆坦克顷刻间被炸毁，坦克里的人基本全部被炸死，残忍的场面让我不忍心去描述。
只有光头被炸断了2条腿，还苟延残喘的活着。直升机上的人看到我强悍的反击之后，不敢再对我进行射击，驾驶着飞机以最快的速度逃走。我其实没有了反击的手段，摧毁5辆超级坦克已经是我最大的能力，所以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飞机逃走。我打开门，走出最强堡垒，来到了光头的近前。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有如此强的反击能力？你的一切明明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中，3个亿也根本不够你这种级别的装备。光头满脸的惊骇，发出恐惧的声音。我嘲讽一笑，就你这智商还想算计我？难道你不知道有一种方式叫做分期付款？没错，我从一开始购买各种东西，大部分都用了分期付款。我虽然只有3个亿，但却将磐石监狱打造成了价值10亿的堡垒。单单这个最强堡垒就花了我5个亿。末世的分期付款不用还，我不用才是傻蛋。说吧 ，X 药剂的终极作用是什么？说出来，我可以让你死得舒服些。想知道 X 药剂的终极作用？你这种杂碎也配？我就算是死，也不可能告诉你。光头表现得很有骨气，那我就成全你。我拿出了一把锤子和一把刀。光头看到之后，吓得脸都白了。你想干什么？我凶残的一笑，不干什么，敲碎你身上的每一根骨头，然后扒了你的皮。放心，我不会让你死。做完这些后，我会将你丢进丧尸群。光头脸色惨白，身体颤抖，终于是支撑不住了。不要，我告诉你 ，X 药剂的终极作用是……光头终于即将要说出 X 药剂终极作用时，一颗子弹破空而来，击穿了他的脑袋。靠！看着死不瞑目的光头，我脊背生寒，脑门发凉，冷汗直冒。这一枪来得突然，我没有丝毫防备。如果对方瞄准我，我必死无疑。同时，我心中无比愤怒，眼看着就要解开 X 药剂的终极作用，却功亏一篑。我拿起望远镜，看向子弹射出的方向，大约800米的距离，一栋30层的高楼楼顶上，一个黑衣人正在登上一架直升机。黑衣人手里拿着一把狙击枪，正是他开枪杀了光头。他即将进入直升机时，回头看向了我，诡异一笑。我顿时浑身一震，头皮发麻。周文，这个黑衣人竟然和周文长得一模一样。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再次看了过去。没错，就是周文。这怎么可能？我忍不住惊呼，心中充满了不可置信。周文明明当着我的面咬舌自尽，我又将他的尸体烧成了灰烬，他怎么可能还活着？不对，他绝不可能是周文，应该是周文的双胞胎姐妹。我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理由，因为人死绝对不可能复生。你不是想知道 X 药剂的终极作用吗？24小时之内来 Z 生化实验室找我，不来的话，你就会变成丧尸。就在这个时候，光头身上发出一个女人的声音。远程镜像设备，我一番搜索后，在光头身上找到了一个远程镜像设备，里面呈现出一个人影，正是直升机上的黑衣人。这女人虽然长得和周文一模一样，但声音和周文完全不一样，充满了阴厉的气息，这让我更加确认这女人绝不是周文。我冷笑一声，你想骗我出去，好杀了我？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我不清楚这女人的底细，但她的实力绝对不弱，我除非脑子被驴踢了，才会走出我的堡垒去找她。女人再次发出阴厉的声音，你喝营养快线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一阵头晕脑胀，甚至还伴随着间断性的刺痛？你怎么知道？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我喝营养快线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感觉，不过我并没有多想，单纯以为这是提升能力的正常反应。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简单。女人发出嗤笑，我怎么知道？因为 X 药剂就是我研究出来的啊！你的血液和 X 药剂融合之后，营养快线确实可以让你的能力快速提升，但你饮用的营养快线超过10瓶之后，就会有一个副作用。如果未来24小时之内这个副作用得不到缓解，你就会变成丧尸。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之前我还嘲笑发明出这个提升方式的科学家脑残，此刻我只觉得自己才是脑残。果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不劳而获的东西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女人没有再多说什么，挂断了远程镜像，开着直升机离开。而我也没有了什么选择，貌似只能被女人牵着鼻子走。去不去？不去，很大可能24小时之内会变成丧尸；去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我依旧在怀疑女人所说的话的真实性，但我不敢赌，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性。我赌错了，就会变成丧尸。我重生回来，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我不想再变成丧尸，所以我要去。出发之前，我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买下磐石监狱的时候，售卖方送给了我一辆装甲车。我将装甲车进行了改装，前后左右包括底盘都加装了半米厚的钢板，钢板外面弄上了通电的电网。我又在装甲车里面放了10几把枪，有手枪、机枪和狙击枪。我也穿上了3层防弹衣，戴上了防毒面具，还在后座上堆满了食物和水。至于2哈，我也带上了。末世丧尸横行，没有我，这货估计活不过明天。因为丧尸不仅会攻击人类，也会攻击动物。做好这些准备，我又重新控制了500只丧尸，开着装甲车朝着 Z 生化实验室的方向出发。Z
Z 生化实验室就是导致丧尸病毒泄露、末世爆发的地方，距离磐石监狱只有5公里。我控制着500只丧尸围绕在装甲车的周围，这样丧尸的腐臭味可以遮掩住我和二哈的味道。就算是这样，我行驶的速度也并不快，1个小时我才行进了2公里。沿途的丧尸太多了，尤其是我带着500只丧尸，动静很大，吸引不少丧尸围上来。每当有丧尸围上来，我就会停止前进，等这些丧尸离开，我才会再次开车。又过了1个小时，我行驶了4公里，距离 Z 生化实验室还有1公里的路程。前面的丧尸忽然出现了骚动，就连二哈也狂吠起来，躁动不安。怎么回事？我的心一沉，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未知的事情让我感觉到一丝惶恐。我用念力控制丧尸继续前进，却发现丧尸竟然不听我的指挥，摆脱了我的掌控。到底怎么回事？我彻底慌了，我拿出望远镜观察前方，发现所有的丧尸都在朝着一个巨大的丧尸巨。这只丧尸足有5米长，不是人类，是一只老鼠，变异的老鼠。不过此时，这只变异的老鼠已经死，它的身体已经开始腐烂，一颗葡萄般大小的赤红色晶体在它的肚子里若隐若现。我隐隐感觉到这颗赤红色晶体不简单，但500只丧尸已经摆脱了我的控制，我根本不敢上前，而且500只丧尸挡住了唯一的前进道，我也没有办法继续往前开。一时间，我无比头疼。就在我思考该怎么破局的时候，二哈忽然娴熟地打开了车门，跳了出去。回来！我大声阻拦，但是为时已晚，二哈已经跳了出去。只见二哈以极快的速度冲进了丧尸群，朝着变异老鼠冲去。我心想，完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要和我说拜拜。我内心充满悲伤，但丧尸竟然没有攻击二哈，所有的丧尸都围向了变异老鼠，疯狂地吞噬着变异老鼠的血肉。二哈身姿灵活，不一会儿就挤到了变异老鼠的前面，咬住赤红色晶体。二哈以飞快的速度跑回车上，将赤红色晶体丢到我的面前。这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我甚至都没有回过神来。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功夫计较二哈的鲁莽，我捡起赤红色晶体，仔细观察了起来。这东西绝对不简单，变异老鼠能变成5米长那么大，绝对是因为这东西。我观察了很久，也没有观察出个所以然来。忽然，我看到前方吞噬变异老鼠的那些丧尸竟然发生了变异，一个个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强壮，甚至有些丧尸开始有了简单的意识。这玩意绝对是变异老鼠变异的关键，那它能不能化解营养快线给我带来的副作用？我脑海中忽然生出了一种极度疯狂的想法，也许能。纠结了几分钟之后，我决定将这颗赤红色晶体吞下去。虽然我准备充足，但是面对黑衣女人，我毫无胜算。我不想任由她宰割，只能搏一把。一咬牙，我就将赤红色晶体吞进了肚子里。我吞进去那一刻，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最终进入我的脑袋。原本有些模糊和刺痛的脑袋瞬间就变得清明。我知道我的副作用得到了化解，我感觉像是做梦，没想到我竟然以这种方式化解副作用。同时，我的身体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我感觉我的肉体力量、身体强度至少是原来的10倍。我也重新掌控了500只丧尸。这500只丧尸不仅有了简单的意识，而且身体变得更健壮。我估计可以比拟2000只普通丧尸。我继续朝着 Z 生化实验室的方向进发。半个时后，来到了 Z 生化实验室门口，咯吱一声 ，Z 生化实验室的大门打开，门上的摄像头发出女人的声音：“丧尸留在外面，只能你一个人进来，否则你休想得到解药。”看来这个女人还不知道我的副作用已经得到化解，那我就将错就错。我做出一副任由她揉捏的模样，很是听话地走进了 Z 生化实验室。我刚走进去，就被一个铁笼子锁住。铁笼子的每一根铁棍都有手臂般粗细，铁笼子上还有滑轮，可以自动前进。最终，我来到了 Z 生化实验室的最底层，地下58层。在这里，我看到了无比震惊的场面。数百个胚胎组织里面都盘卧着一个女人，都长得和周文一模一样。克隆人，2035年的技术好像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吧？不过想到被制造出来的生化病毒，我也就释然了。这个时候，女人才终于走出来，看着我。好久不见。也不久吧，才3天而已。我看着女人，终于想明白了一切，她才是周文。之前当着我面自杀的，只不过是周文的克隆体。眼前这个周文绝对不止23岁，她应该是个老女人。克隆人都搞出来了，能冻龄也很正常。周文面目冰冷，语气阴厉：“你贡献出你的血液，我可以给你解药，并且让你做我的奴隶，我们一起统治这个世界。”我说：“可以，不过我想知道 X 药剂的终极秘密是什么？”周文以为完全拿捏住我了，也没有了忌惮。X 药剂的终极秘密就是融合你的血液之后，不仅可以控制丧尸，还可以化解丧尸病毒。不过到现在，我还没有彻底研究出化解丧尸病毒的基因序列。行了，别说废话了，赶紧抽血了。周文失去耐心，拿出针管就要抽我的血。抓住你可真不容易，耗尽了我最强的班底，我可要多抽一些血做研究才行。是吗？恐怕你要失望了。我冷笑一声，双手一扯，钢铁牢笼就被我给扯开。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住了周文。周文满面惊恐，失声道：“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进化的如此之快，竟然可以徒手撕开金刚打造的牢笼？”看来周文并不知道丧尸变异的事情，我也懒得和他废话。交出你的研究成果，我可以留你一具全尸。周文并不妥协。你现在自身难保，还敢威胁我？没有我的解药，你很快就会变成丧尸了。放开我，做我的奴隶，我可以拯救你。我直接捏断了他的脖子。从他的反应，我就知道他绝不
不可能把研究成果交给我，留着他也没有什么用。周文死不瞑目，他应该没有想到我真的敢杀他。杀了周文后，我分批次将 Z 生化实验室里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搬运到了磐石监狱。我花了1个月，在磐石监狱搞出了一个生化实验室。这1个月，我操纵着大量的丧尸将磐石监狱修复如初。我吞食了赤红色晶体之后，副作用完全化解，我可以尽情的喝营养快线提升能力。现在我能控制丧尸的数量达到了1500只，控制距离也变成了900米。就算没有病毒解药，我也可以在末世活得很滋润。但作为人类的幸存者，我有义务拯救人类，特别是我的智商得到了极大开发，已经远超人类极限，学东西极快。3个月后，我就完全看懂了周文留下来的研究成果，开始了对解药的研究。我不知道哪一天可以研究出解药，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一定可以研究出来，消灭丧尸，拯救人类。